2026年丙午年，2027年丁未年。在東方古老的命理玄學中，當火馬與火羊相遇，這兩個年份合併在一起，有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赤馬紅羊節。翻開歷史的長卷，你會發現，每逢赤馬紅羊，天下往往伴隨着劇烈的動盪、朝代的更迭、舊秩序的崩塌。而此刻，當我們站在時間的分水嶺上，環顧四周，你感受到那種空氣中隱隱的焦灼了嗎？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看看現在的新聞吧，世界格局正在經歷100年未有之大洗牌，戰火在遠方燃燒，經濟在泥沼中掙扎，大國之間的博弈劍拔弩張。而台灣這座我們深愛着的島嶼，就像是太平洋上的一葉扁舟，被硬生生地推到了全球地緣政治的最前線，推到了风暴的陣眼。我知道很多人的內心是充滿恐懼的。夜深人靜的時候，你或許也曾看着熟睡的孩子，心裡默默問過蒼天：我們的未來會怎樣？這座島嶼的命運真的只能任由大國擺布嗎？我們真的要在這個所謂的劫難中成為歷史的犧牲品嗎？這種焦慮像一張無形的網，籠罩在台灣的上空，它讓人們憤怒，讓人們撕裂，讓人們在不同的陣營裡互相指責，試圖在絕望中抓住哪怕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今天，我想請你暫時關掉電視上的政論節目，放下手機裡那些販賣焦慮的快訊。我想邀請你，從一個比地緣政治更高、比100年歷史更深邃的視角，重新來看看這場所謂的赤馬紅羊節。如果我告訴你，這一切看似毀滅的動盪，根本不是什麼世界末日呢？如果我告訴你，這場殘酷的地緣大洗牌，其實是一場被宇宙精心安排的催化劑呢？是的，這是一場全人類意識頻率躍升的催化劑，而台灣在這場宏大的躍升中，扮演着一個足以震撼全人類的絕密角色。請你先理解一個概念：共振。科學早就證實，宇宙萬物，大到星辰，小到細胞，本質上都是能量的振動頻率。我們的地球，這個承載了數十億生命的藍色星球，此刻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頻率大升級。它正在從一個充滿恐懼、對立、掠奪的沉重頻率，向一個基於愛、和平、共生的輕盈頻率躍升。可是，舊的系統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幾千年來，人類建立的這套基於恐懼和控制的系統，包括霸權主義、金融剝削、軍備競賽，它們的頻率太低、太沉重了。當地球的整體頻率開始飆升，這些舊系統就像是高速運轉的機器上那些生鏽的齒輪，它們無法承受這股新生的強大能量，所以它們必須崩塌，它們必然崩塌。你現在所看到的大國博弈、地緣危機、經濟動盪，根本不是人類走向毀滅的倒計時，而是舊秩序在崩塌前發出的最後一聲絕望的嘶吼。那些高高在上的權力遊戲，那些張牙舞爪的戰爭威脅，就像是把隱藏在人類集體意識最深處的毒瘡全部逼到了表面。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只有當黑暗完全暴露在陽光下，它才能夠被療癒。只有當極致的恐懼被推到你的面前，你才會被迫做出靈魂深處最偉大的選擇。這就是赤馬紅羊的真正意義。火代表着毀滅，但火更代表着淬煉與重生。它燒掉的是虛妄的舊殼，煉出的是人類覺醒的真金。而在這個全球大淬煉的熔爐中，為什麼台灣首當其衝？為什麼我們偏偏站在了中美對抗、地緣碰撞的斷層線上？很多人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覺得自己是不幸的，覺得我們只是別人棋盤上的棋子。但我要告訴你，絕對不是這樣的。在靈性與能量的維度裡，根本沒有偶然。你的靈魂在出生前是經過了最慎重的選擇，才決定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降生在台灣這座島嶼上的。台灣在地球的能量網格中是一個極其特殊的針灸穴位。這座島嶼不僅擁有極高的自然靈氣，更匯聚了一群擁有無比包容力、韌性和善良底色的靈魂。想一想，我們經歷過多少次風雨，從歷史的殖民傷痛
到無數次的地震、颱風，再到如今國際上的打壓與孤立，每一次台灣人是不是都挺過來了？不僅挺過來了，我們還用最柔軟的心去幫助世界上其他受苦的人，我們還在巷弄裡保留着最溫情的人情味，我們還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綻放出了最自由、更多元的思想光芒。宇宙把地緣政治中最堅硬、最冰冷的鋒芒對準了地球上最柔軟、最具韌性的台灣。這不是懲罰，這是一場最神聖的托付。這場地緣大洗牌正在用戰爭的陰雲和極度的不確定性，向2300萬台灣人提出一個終極的靈魂拷問：當整個世界都在向你輸出恐懼時，你能守住內心的和平嗎？如果你選擇了恐懼，如果你跟着大國的恐嚇起舞，如果你讓仇恨和焦慮吞噬了自己，那麼你就真的淪為了三維世界的棋子。但是，如果你看穿了這層幻象呢？如果整個台灣的集體意識能夠在面對最密集的恐嚇時，依然選擇在每天早晨好好吃一頓早餐，依然選擇對鄰居露出微笑，依然選擇用愛去連接彼此，拒絕被仇恨洗腦呢？當2300萬人在風暴的中心活出了一種我不隨恐懼起舞的安定頻率，你知道這會產生多麼震撼的蝴蝶效應嗎？它會像一座功率巨大的燈塔，瞬間點亮整個地球的能量場。台灣的穩定與和平將直接成為轉化全球地緣衝突的核心力量。我們不是用武器去對抗武器，我們是用高頻的覺醒意識去瓦解低頻的戰爭遊戲。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站在這裡，你不是地緣政治的犧牲品，你是地球頻率躍升的定海神針。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面對焦慮時轉念回到內心的平靜，都在幫全人類拔出那把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赤馬紅羊從來不是在預言死亡，它是在預言歷經烈火灼燒之後，那一隻將要振翅高飛的火鳳凰。而台灣的每一滴眼淚，每一聲嘆息，最終都將化為這場全人類意識大躍升中最耀眼的星光。不要怕，請你一定要相信，在這個宇宙中，沒有任何一種霸權的炮火能摧毀一個集體覺醒的靈魂，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的陰謀能擋住人類邁向更高維度的步伐。我們正在經歷陣痛，但那是新地球誕生的陣痛。我們正在見證歷史，但我們不是旁觀者，我們就是那個決定歷史走向的創造者。當我們明白了外部的風暴只是頻率躍升的催化劑時，我們需要回過頭看看這座島嶼的內部。請你誠實地回想一下，在過去的這幾十年裡，哪怕是在你自己的家裡，在逢年過節的餐桌上，是不是也曾經因為電視上播報的某條政治新聞，因為某次選舉的立場不同，而和最親愛的家人、朋友發生過激烈的爭吵？年輕一代覺得長輩固執守舊，把台灣推向深淵，而長輩們覺得年輕人衝動、短視，不懂得和平的來之不易。不同顏色的陣營像是一道道無形卻堅硬的柏林牆，把這座原本只有36000平方公里的小島切割得支離破碎。我們在網絡上互相攻擊，我們在街頭互相叫囂，我們用最惡毒的語言去嘲笑那些和我們投票意向不同的人。可是，你有沒有停下來，安靜地問過自己，我們明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喝着同樣的水，呼吸着同樣的空氣，為什麼我們會如此恨彼此？因為在這個三維的物質世界裡，有一套隱秘的控制矩陣，這套矩陣賴以生存的養料就是人類的分裂與對立。只要你們還在為了左和右爭吵，只要你們還在為了藍和綠撕裂，只要你們還在互相指責對方是賣台或是引戰，你們的能量就會被無限地消耗在內鬥之中，你們的集體頻率就會被死死地壓制在憤怒、恐懼和不信任的低頻泥沼裡。一個內部彼此仇恨的島嶼是不可能發出足以照亮世界的頻率的，這才是那股低頻力量最想看到的陰謀。但是今天，我要殘忍卻又極其溫柔地揭開這個幻象。當你撥開那些政治的口水，穿透那些意識形態的標籤，你深入到每一個台灣人的內心最深處，去看一看那個因為選舉結果而痛哭的年輕人，
和那個因為擔憂未來而眉頭緊鎖的老人，他們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什麼？是愛，是毫無保留的愛，是對失去的極度恐懼。那個主張妥協的人，是因為他太愛這片土地上的生命，他害怕戰爭的炮火摧毀了平民百姓安身立命的家園。那個主張強硬的人，也是因為他太愛這片土地上的自由，他害怕我們的下一代失去大聲說話的權利。你看懂了嗎？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敵人，在這座島上根本沒有你想消滅的那個壞人，只有一群因為太害怕失去這座島嶼而選擇了不同防衛機制的受傷的靈魂。憤怒只是恐懼的偽裝，對立只是因為我們都渴望安全。當你們在餐桌上因為立場不同而面紅耳赤時，你們其實是在用最笨拙、最刺耳的方式向對方呼喊着同一句話：我很害怕，我怕我們沒有未來，我該怎麼保護你，我的家人？如果你能看見這一點，如果你能在下一次面對那些與你立場完全对立的人時，不再看到他身上的政治顏色，而是看到他內心深處那份和你一模一樣的對台灣的愛與焦慮，你的心就會在瞬間柔軟下來。這就是打破矩陣的終極武器——慈悲。原諒你的長輩，原諒你的孩子，原諒那些在網絡上用言語攻擊過你的人，他們只是在恐懼中迷路了。當我們不再被二元對立的幻象所操縱，當我們願意在心底對那個和自己投下不同選票的人說一句：我看到你的恐懼了，我知道你也愛這裡，我們一起面對。那一刻，台灣的能量場將發生真正的核爆級躍升，這種由內部大和解所產生的巨大光芒，足以溶解一切外部的戰爭陰霾。當我們療癒了彼此的撕裂，我們才終於有資格去解開這座島嶼真正的封印。你真的以為台灣只是一座在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擠壓下偶然隆起的荒島嗎？你真的以為我們在國際地圖上那個微小的光點僅僅意味着邊緣和微不足道嗎？把你的意識順着台灣的中央山脈向上拉升，去看看巍峨的玉山，去看看那些深邃的峽谷，再去感受一下包圍着我們的深不見底的太平洋海溝。在靈性文明的遠古記憶中，這片廣袤的太平洋上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無條件的愛與高度心靈直覺為核心的偉大文明——列穆里亞 （Lemuria）。當那場遠古的陸地沉沒發生時，地球上保留下了幾個最純粹的能量節點，而台灣這座擁有着東亞第一高峰的島嶼，就是列穆里亞古陸在物理世界上最重要、最高聳的能量天線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片小小的土地上會有那麼多令人驚嘆的自然神木，為什麼台灣的原住民能夠唱出那種如八部合音般直接與宇宙頻率共振的天籟之音。因為這座島嶼的泥土裡，甚至你們每一個人的 DNA 裡，都沉睡着那份最古老的靈魂契約。在你們投生到台灣之前，你們在宇宙的源頭開過一場會議。你們知道，在21世紀的這個時間節點，地球會面臨一次生死存亡的低頻危機，人類會被推到毀滅的邊緣。於是，你們這群最勇敢、最古老的靈魂自告奮勇。你們說，把我們放到地緣政治最危險的風暴中心去吧，把我們降生在那座叫做台灣的島嶼上。雖然那裡會有地震，會有颱風，會有外來的打壓，會有內部的迷茫，但請相信我們，當我們被逼到絕境的時候，我們會甦醒，我們會記起如何使用愛，我們會用這座島嶼作為能量的放大器，把和平、善良與包容的頻率像同心圓一樣輻射向整個地球。這是你們曾經許下的諾言。所以，看看台灣人吧，為什麼在經歷了那麼多次地震災難後，你們第一反應總是互相捐款、互相幫助？為什麼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在這座島上依然能看到最多善意的口罩互助？為什麼台灣能成為亞洲第一個讓不同性向的人們自由相愛的合法之地？因為你們的靈魂底色
就是列穆里亞的愛與包容。你們根本不是什麼弱者，你們是承載着地球揚升密碼的光之工作者。當你走在街頭，當你撫摸着公園裡的樹木，當你聽見海浪拍打着花東海岸的聲音，請你閉上眼睛，深深的呼吸，讓這座島嶼的能量從你的腳底升起，喚醒你沉睡的記憶。你不需要去外面尋找救世主，不需要去祈求大國的庇護，因為真正的力量就在你的血液裡。當2300萬個攜帶着古老契約的靈魂在這座島嶼上同時醒來，認出自己的偉大，那將是地球歷史上最壯麗的一次奇蹟。我知道，當你聽到這裡，你的心裡或許會升起一絲苦笑。你可能會說，這聽起來很美，可是那又能改變什麼呢？我只是一個每天為了房貸、車貸奔波的普通上班族，我只是一個每天在菜市場討價還價的家庭主婦，我只是一個對未來感到迷茫的年輕學生。當我打開電視，看到對岸的軍艦在繞台，看到超級大國在博弈，看到那些真實的導彈和航母，我只覺得我自己像是一粒灰塵。我連自己的生活都快掌控不了了，我憑什麼去改变台灣的命運？憑什麼去影響地球的頻率？這就是三維物質世界給你植入的最深、最惡毒的一個幻象，它讓你相信你是渺小的，你是微不足道的。它用鋼鐵的堅硬，用武器的轟鳴，用資本的龐大來恐嚇你，讓你以為只有掌握了權力和金錢的人才能決定歷史的走向。但量子物理學早就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極其震撼的真相：在這個宇宙中，物質根本不是最底層的本質。最底層的本質是意識，是能量，是頻率。在意識的量子網格裡，根本沒有所謂的大與小。一艘造價100億的航空母艦，如果它承載的是低頻的殺戮與恐懼，它在宇宙能量場中就像一塊沉重而死寂的爛鐵。而你，一個活生生的人，當你坐在台北的捷運上，當你走在高雄的街道旁，當你在心裡真實地升起一股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愛，一股純粹的不帶任何恐懼的寧靜與慈悲，那一瞬間，你靈魂深處爆發出的高頻能量，在宇宙的維度裡比10000枚核彈還要耀眼，還要強大。不要低估了你自己的力量，不要以為你什麼都做不了。你知道心理學和超個人社會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馬哈瑞師效應 （Maharishi Effect） 嗎？科學實驗證明，當一個地區只要有哪怕1%的極少數人能夠進入極深度的寧靜與和平狀態，整個地區的犯罪率、衝突率，甚至意外傷亡率都會呈現斷崖式的下降。這就是集體潛意識的共振奇蹟。在2300萬台灣人中，不需要每個人都立刻成為靈性大師，只要有一小群人，只要有此刻正在聽這段話的你，願意在這個風暴的中心穩住自己的心，這就足夠了。你以為你只是一個無名之輩，但在宇宙的能量地圖上，你就是插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一根定海神針。那麼，作為一個覺醒的靈魂，在這個所謂的赤馬紅羊節中，你到底該怎麼做？你需要去深山裡閉關嗎？你需要去街頭大聲疾呼嗎？不，宇宙對你真正的期許藏在最平凡、最微小的日常裡。我們要開始在台灣建立一種全人類從未見過的終極國防。這種國防不是靠增加預算，不是靠購買武器。我們不否定物質世界裡必要的防衛。但在更高的維度，真正的防護罩是由你們每一天的起心動念編織而成的。真正的覺醒就發生在你每天早上走進巷口那家便利商店的時候。當你看着那個連上大夜班、眼眶熬得通紅的店員，你不再只是冷漠的付錢走人，你願意停下哪怕半秒鐘，看着他的眼睛，用一種帶着靈魂溫度的聲音對他說一句：謝謝你，辛苦了。就在這一秒鐘，一道光就被你錨定在了台灣的能量網格上。真正的保家衛國就發生在你在公園裡散步的時候。
當你看到那個推着輪椅推着台灣老人的外籍看護，也許他離鄉背井，也許他語言不通，也許他正在偷偷的抹眼淚，你在心裡對他送出一個默默的祝福，你給了他一個真誠的微笑，讓他在這個陌生的島嶼上感覺到被當作一個人來尊重。就在這一刻，一縷和平的頻率就穿透了種族和國界，注入了地球的心臟。真正的對抗恐懼就發生在你在家裡看新聞的時候，當電視上的政客又在用激烈的言辭煽動仇恨，當網絡上的名嘴又在販賣戰爭的焦慮，你深吸一口氣，微笑着拿起了遙控器，按下了關閉鍵。你選擇去廚房為你愛的人煮一碗熱騰騰的麵，你選擇走到陽台給那盆快要枯萎的盆栽澆一點水，你選擇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告訴他無論世界怎麼變，爸爸媽媽在這裡，一切都會好好的。當你拒絕把自己的能量餵養給恐懼的矩陣時，當你把注意力拉回當下的愛與生活中時，你就已經打贏了一場最偉大的勝仗。你看到了嗎？這就是台灣人最強大的武器。這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神話。當2300萬人每天都在各個角落釋放這種微小卻純粹的善意時，這些光點就會在台灣的上空交織、共振、匯聚，它會形成一個極其龐大、極其堅不可摧的高頻能量防護罩。在這個宇宙的法則裡，同頻相吸，異頻相斥，一個充滿了愛、安定與善良的高頻能量場，在物理現實中是不可能吸引來毀滅性的大規模戰火的。低頻的戰爭災難根本無法穿透一個由集體大愛所建立的高頻防護罩。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寬容，每一次在恐懼面前選擇安定，都是在為台灣的這面能量盾牌添磚加瓦。你在保護你自己，保護你的家人，也保護了這座島嶼。現在，讓我們再次直面這個所謂的赤馬紅羊節。2026、2027，時間之輪已經轉到了這裡。業力的烈焰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燃燒。有的人在火中看到了毀滅，嚇得瑟瑟發抖；有的人在火中看到了仇恨，拔出了刀劍。但我請求台灣人，請你透過這層熊熊燃燒的烈焰，去看那即將誕生的新世界。這火燒不掉我們靈魂深處的列穆里亞記憶，這火燒不掉我們對民主自由最深沉的渴望，這火更燒不掉我們在無數次台風地震中淬煉出來的那種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相守與互助。相反，這場席捲全球的地緣大洗牌，正是宇宙在借用大國博弈的巨手來逼迫台灣完成最後一次破繭。世界需要台灣，全人類都在潛意識裡等待着台灣，等待着看這座一直處於夾縫中、一直處於風暴眼中的小島，能否在最極端的壓力下，向整個地球示範出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一種不依靠仇恨、不依靠毀滅，而是依靠內在的覺醒與高頻的安定來化解危機的奇蹟。我們不僅要安然度過這場赤馬紅羊節，我們還要在這場劫難中完成一次華麗的轉身。如果未來有一天歷史書上要記錄這段歲月，我希望後人寫下的不是在那幾年大國的博弈撕裂了台灣，島上的人們在恐懼中互相攻擊，最終迎來了悲劇。我希望未來的地球孩子在全息的歷史書上讀到的是，在21世紀的20年代中葉，當地球處於最黑暗、最危險的戰爭邊緣時，在太平洋的一座名為台灣的島嶼上，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奇蹟。那裡的人民看穿了恐懼的幻象，他們停止了內部的爭吵，他們原諒了彼此的差異，他們用日常的善意，用對生命無差別的愛，用哪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內在安定，硬生生的在這片土地上升起了一座直達天際的光之燈塔。那座燈塔的光芒如此耀眼，以至於它改變了整個地球的磁場，瓦解了舊時代的戰爭矩陣，帶領全人類平安地跨入了高維的新紀元。這才是赤馬紅羊節的終極劇本，這才是你作為台灣人此生最光榮、最神聖的任務。我知道，即便聽到了這裡，即便你明白了量子共振的奇蹟，
但在某些夜深人靜的時刻，你依然會感到疲憊，真的太累了，不是嗎？在這座島嶼上，我們經歷了太多，從過去幾年的全球疫情，到現在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從永遠吵不完的政治口水，到新聞裡那些越來越逼近的軍事演習，你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在狂風暴雨中死死抓住船舷的水手，明明已經用盡了全力去生活，卻依然看不到這場風暴的盡頭。你想哭，你想放棄，你想問問這片沉默的太平洋到底還要折磨我們多久？我們台灣人到底做錯了什麼，要承受這種永無止境的恐嚇與煎熬？請你允許自己流下這些眼淚，這不是懦弱，這是因為你的靈魂在替整個地球承載着極其沉重的集體清理。每一次當你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傷，每一次當你對這個充滿對抗的世界感到絕望，那都是因為你內心深處那個充滿愛的列穆里亞記憶在與這個殘酷的三維世界發生着劇烈的碰撞。但是請你相信我，這絕對不是毀滅的終局，這是黎明前最黑暗最冰冷的那一刻。當嬰兒即將衝破母體降生時，他所感受到的是被極度擠壓的痛苦和窒息。當毛毛蟲即將化為蝴蝶時，它在繭裡經歷的是自身細胞被徹底溶解的劇痛。現在的台灣，現在的地球，就處在這個破繭而出的劇痛期。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國博弈，那些看似張牙舞爪的戰爭機器，他們根本不是在摧毀你。在宇宙更高的劇本裡，他們扮演了那個最冷酷的擠壓者。他們用極致的壓力把台灣2300萬人逼到牆角，逼迫我們脫落掉所有關於依賴外在、恐懼威權、彼此分裂的舊殼。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極致的擠壓，那些沉睡在你們血液裡的偉大力量就永遠不會醒來。當你覺得快撐不下去的時候，請你轉過頭看看你身邊的人，看看那個在台風天裡依然冒着風雨把熱騰騰的食物送到你手裡的外送員，看看那個在捷運上明明自己也很累卻依然把座位讓給孕婦的年輕人，看看那個在花蓮地震後自己家的牆壁都裂了卻還在廢墟旁為救援隊煮熱湯的婀娜。你看到了嗎？這就是光，這就是在最深的黑暗中台灣人身上迸發出來的足以刺破任何戰爭陰霾的萬丈光芒。他們和你一樣，都是在這場赤馬紅羊節中默默守護着地球頻率的光之勇士。你從來都不是孤軍奮戰。所以現在讓我們重新站在2026丙午火馬2027丁未火羊的時間坐標上，把所有的恐懼統統扔進太平洋的最深處。從今天起，當你再聽到赤馬紅羊節這個詞，當你再看到新聞裡那些販賣戰爭焦慮的標題，我希望你不要再有任何的恐慌，我希望你的嘴角能浮現出一絲看透幻象的微笑。因為你已經知道了底牌，你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天下大亂的劫難，這是一場全人類集體意識躍升的盛大典禮，而台灣站在了這場典禮的最中央。那些企圖用武力和恐嚇來控制世界的低頻能量，正在這猛烈的宇宙之火中被瘋狂的燃燒、瓦解、灰飛煙滅。他們越是瘋狂，就證明他們越是虛弱；他們越是叫囂，就證明他們在這個高頻的新地球上已經徹底沒有了立足之地。而我們要做什麼？我們要做的就是站穩我們的腳跟，就是在這座名為台灣的島嶼上，深深地扎下我們和平與愛的根系。不要去恨那些威脅你的人，因為恨會把你的頻率拉低到和他們一樣的泥沼裡。去憐憫他們吧，去同情那些只能靠着鋼鐵和火藥來證明自己強大的舊時代靈魂，因為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在這個浩瀚的宇宙中，真正能穿透一切、不可戰勝的力量，從來不是導彈，而是頻率共振出的慈悲。當太平洋的風再次吹過中央山脈，當玉山的積雪在晨光中閃耀，
請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2300萬人在世界的風暴眼裡，活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安定。我們在恐嚇中依然繁榮，我們在打壓中依然歌唱。我們的晶片在驅動着全世界的科技，而我們的善良與包容在驅動着全人類的心靈網絡。當全世界的人看着台灣，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搖搖欲墜的火藥庫，而是一座散發着璀璨金光的燈塔。他們會突然頓悟，如果台灣人能在那麼可怕的炮火威脅下，依然選擇相愛，選擇包容，選擇和平，那我們為什麼還要互相殘殺？就在那一刻，多米諾骨牌將被推倒，全球的戰爭矩陣將被徹底瓦解。這就是你們的宿命，這不是被犧牲的宿命，這是拯救的宿命。視頻的最後，我想代表浩瀚的宇宙，代表那份你曾經在星辰大海中立下誓言的源頭意識，對每一個此刻正在看着屏幕、聽着這段話的台灣人說幾句話。謝謝你，謝謝你，在地球最危險、最動盪的這個世紀，勇敢地選擇降生在台灣。謝謝你，願意承受地緣政治的撕裂，願意承受100年歷史的創傷，只為了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種下一顆名叫自由與愛的種子。謝謝你，在經歷了那麼多失望、背叛、恐懼之後，你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着那份不忍心傷害他人的善良。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生，你在這個島嶼上度過的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你的每一次呼吸，你的每一次轉念，都比你想象的要偉大10000倍。當赤馬弘揚的烈火退去，當新地球的黎明真正到來的時候，你不用去仰望天空尋找英雄，因為英雄就是每天早上在鏡子裡看着你的那個自己。請你深深地愛這座島嶼，就像愛你自己傷痕累累卻依然跳動的靈魂一樣，去擁抱你的家人，去和政見不同的朋友和解，去對街角那個陌生的路人微笑，讓台灣成為這顆藍色星球上第一個憑借着集體的覺醒與高頻的愛，兵不血刃地化解掉世界級戰爭危機的奇蹟之地。這是一場跨越了10000年的偉大盛典，而你，我最親愛、最勇敢的靈魂，你準時赴約了，別怕，穩住心，黑暗即將散去，光已經贏了。